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燕中了500万后，终于暴露了他妈宝男的本质。他妈要来我家住，甚至还手把手教陈燕怎么把我赶出公司，吃绝户。那我就把我爸接过来，好好斗一斗这对恶母子，顺便吞了他那还没捂热的500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沈南佑，你怎么突然刷了500万？你都干什么了？刚办完购房手续，陈燕的电话就杀了过来，气急败坏地质问我。没想到陈燕这厮醒这么早，褪黑素的药效还是不如安眠药啊！我心里想着，嘴里却甜蜜地说：老公，你真的是太好了，中了500万就非要我马上给月月买房，还一定要买梅溪湖的大平层，爱死你了！回去再说吧，我已经办完手续了。不等他再说话，我挂断了电话，驱车回家。一进门，还没等我坐稳，狗男人就火急火燎地跟我说：佑佑，你赶紧把那房子去退了，我妈今天会过来。我故意忽略他的前半句话，兴奋地说：这要巧，我爸刚办完内退，今天就过来照顾我们。门铃适时响起，我爸推着一个大行李箱站在门外，我热情地挽着我爸的胳膊，指挥陈燕去大客房放行李，收拾房间。陈燕几番要说什么，都被我和我爸一句话岔开了。我爸来我们家可不是这要巧。昨晚陈燕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，手机微信响个不停，我怕错过客户的重要信息，便打开看了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我的好老公中了500万大奖，领了奖都不跟我说，而是跟他妈聊得热火朝天。婆婆说，这500万你可千万别告诉他，买几套房子在我和你爸名下，钱就跟他没关系了。陈燕回，快来，我想吃妈妈做的菜了，这回沈南佑可不敢欺负你了。婆婆说，明天我就住过来，催着沈南佑再生个儿子，2胎一生，他哪有时间管公司的事儿？公司还不就是你一个人的了？到时候他父母一死，他家财产也都是你的了，他一个家庭妇女还不被咱们拿捏得死死的。陈燕回，都听妈的。还是我妈英明。看着陈燕他妈这些话，我气得血往头顶上直涌，恨不得将陈燕当场掐死。我跟陈燕结婚时，她说我们自由恋爱，不搞彩礼3金那一套。我爸妈看我们没有像样的婚房，给了我60万做首付。我恋爱脑上头，让陈燕借了10万1起付首付，房本上写的2人名字。之后我和陈燕一起创业开公司，我爸妈又是借钱，又是介绍资源。生孩子时，婆婆来指手画脚，陈燕出露妈宝男苗头，被我一顿骂，将婆婆赶走。我以为世界从此清静了，没想到她中了500万，觉得腰杆子硬了，立马要招他妈过来。好啊，那我就给女儿名下买套房，不多不少，刚好500万。跟我爸妈通气后，我那刚内退的老爸也赶来我家了。你不是离不开你妈吗？我也要重返职场了，也需要我爸照顾呢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母子怎么和我们父女斗。宠女狂魔老爸进门第一件，先斩狗女婿的胃。婆婆踩着饭点进门，和她儿子手拉手坐到餐桌前。陈燕苦着脸说，爸，我不能吃辣呢，佑佑爱吃就行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挑食，丢人不？婆婆护崽心切，立马回敬我爸，丢什么人？我们陈家人都不吃辣，不做饭的人别说话。我爸怎么会允许他的权威被挑战？我笑眯眯地盛了碗饭递给婆婆，您吃米饭饱肚子。坐月子时，婆婆故意气走月嫂，
顿顿给我煮清水挂面，说吃面条好，饱肚子，还下奶。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故意刁难我。这不，报仇的时候来了，放下筷子，婆婆就吩咐我去给她收拾房间。我爸把我按在沙发上坐好，数落我。爸当初就说房子咱自个儿买，你不听，现在你婆婆倒以为这房子是陈燕拿10万块买下来的。婆婆回呛我爸，不就是房子吗？赶明我们家买套更大的。陈燕连拉带推，把婆婆弄进小客房，顺手把门关紧，到嘴的500万飞了。也不知道陈燕怎么给婆婆解释的。房间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，紧接着陈燕推门出来。我爸边换鞋边吩咐陈燕道：“佑佑的手对洗涤用品过敏，一会儿你把碗洗了。”婆婆冲了出来说：“我们家就没有男人洗碗的规矩。巧了，我们家就没有女人洗碗的规矩。我在这里一天，就得按我们家规矩来。”我爸笑眯眯地说着，又补充道：“亲家母要实在想洗就洗吧，毕竟你不是我们家女人，没人宠你。”婆婆面子挂不住，又摔门回房了。我心里给我爸竖了个大拇指，老头嘴忒毒了些，我喜欢。陈燕安抚我爸：“爸，您去散步，碗我洗。”我爸点头出去了。陈燕张嘴要说话，我抢先说道：“我爸说，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一有钱了，先想着给孩子买房，他没看错人。”哼，陈燕无非是想说那500万的房子不能买到女儿名下，我先把她的嘴给堵起来再说。陈燕不好再开口谈房子，婆婆又冲出来朝我嚷嚷：“沈南佑，赶紧把房子过户给我！小丫头片子买500万的房，她也配？真是好大一张老脸！”我回敬道：“同为女性，你是家里最老的丫头片子，陈燕的钱都是我们婚后共同财产，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他一个做爸爸还不能疼女儿吗？”陈燕凶我道：“佑佑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赶紧道歉！”我手里的杯子一摔，问他：“我哪句说错了？该道歉的是你妈。”这时开门声响起，我爸又进来了。我马上一脸委屈地望着老爸：“怎么了，宝贝女儿？爸一出去，人家就欺负你。”陈燕忙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就我妈在说给月月买房子的事儿。你妈说你自己没脑子吗？给月月买房子怎么了？我家不也倾尽所有支持你和佑佑了？没本事的爹妈才惦记儿女的东西。自我们结婚以来，我爸一直是温厚宽和的长辈形象。第一次发火，陈燕和婆婆都被镇住了。陈燕拉他妈来助阵，我就没老爸疼了。我们慢慢过招吧。只是我没想到陈燕他妈居然贼心不死，又在背地里搞起了小动作，准备算计我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化妆打扮好，准备出门。婆婆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药让我喝，说是补身子的。陈燕也催我：“你就听我妈的，赶紧喝。”我爸正准备送女儿去幼儿园，闻言过来说：“既然是补药，那都得喝。来，陈燕，你先喝一半。”说着，他将碗直接兑到了陈燕嘴边。陈燕不敢拒绝，张嘴灌了一半进去，苦得直皱眉。婆婆急得跺脚：“这是给女人家调理身子怀男孩的。”我爸把碗一顿，对婆婆说：“你有没有文化？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。回头我给陈燕抓几副药调理调理。”陈燕赶紧拉着我出门。车上，她问我今天去哪里玩，我笑着说：“去公司呀，再不工作，我都要与社会脱轨了。”陈燕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。她怎么会愿意我去公司呢？公司成立时，我们找我爸妈
借了一大笔钱。我爸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资源。他看到我在公司，不就得想起我爸妈的功劳。前几天婆婆微信跟他说，让我赶紧生二胎，做个家庭主妇好拿捏。他可是狂点头的。我挑眉一笑，说：怎么？莫非公司里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陈燕敛了敛神色，说：瞎说什么？我不过是怕你太累了。我们到公司后，我麻利地去了财务部，当天就开始了正式工作。老同事们都笑说，拼命三娘又回来了。当然要拼命，对我来说，时间格外宝贵。忙了一天，回家哄女儿睡觉后，陈燕麻利地进他妈屋子里去谈心了。好一会儿，她才回到卧室，搂着我说：佑佑，我妈让我们生个二胎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看不如你妈自己再生一个。可是我还有我的计划没完成，所以我诚恳地说：好啊，你先把我爸给你抓的药都喝完，调理好身体，我们就可以要二胎了。说到中药，陈燕的脸皱成一团，原本不老实的手都收了回去。中药很苦吗？等他吃了生活的苦，就会知道中药苦算个屁。我转过头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刚算计老娘的财产，就要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。这是我李叔介绍的业务，利润非常可观，还能持续发展。只是他有个条件，公司法人必须是老爸您，他才肯合作。在我爸的客房里，我拿着一份合作意向书给陈燕和我爸介绍，听说要我爸做公司法人。原本眼神一亮的陈燕又泄了气，他闷闷地说：我妈说，我们俩现在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给陈家生个大胖孙子，咱们要不就别折腾了吧。我爸一脸不屑地说：陈燕呐，不是爸说你，你不能把脑子安在你妈头上。陈燕被我爸说得面色涨红，却不敢出言顶撞。我爸叹了口气，悠悠说道：我只有佑佑一个女儿，家里的产业过几年都得交出去。佑佑可是还有几个堂兄弟，你一天天地都是你妈说，没一点拼劲，爸不放心呐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接下您的班。陈燕立马表态。我和我爸对视一眼，成了，让我爸来住，可不是为了日常恶心一下婆婆和陈燕这么简单。我们等的就是今天这个大项目。为了不给陈燕反悔的机会，我花了一笔钱，从注册公司到注资投入项目，都是赶得最快的速度。半个月后，新公司注册成立。原本我和陈燕名下公司的现金流都被我带到了新公司，至此，我和陈燕名下的公司被我做空。而陈燕这个蠢货还没察觉，她还惦记着接我爸的班，对我爸客气有加。婆婆都被她晾到一边，婆婆哪能受这个气？几番旁敲侧击，我也没松口，把月月的房子过户给她。正面出击，又被我爸的无敌毒舌对得分分钟心梗，摔了几回碗，闹了几次绝食后，陈燕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哄着供着，她终于忍不住，气得冲回自己家，找公公出主意了。哪知道公公出了个确实很毒的损主意，却也给他自己挖了个大坑。新公司刚起步，我忙得屁股冒烟。这天回家有些晚，公公婆婆和我爸陈燕都在客厅坐着，家里的气氛冷得像结了冰。我刚进门，公公就拿起一张单子甩到我脸上，凶神恶煞地说：沈南佑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女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？原来是公公使出了这么个恶心人的手段。我一个巴掌甩向陈燕，瞪着他说道：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？你眼瞎心也瞎吗？由着你爸朝我泼脏水。婆婆心疼坏了，捧着陈燕的脸查看，又举手要打我。
我看谁敢对佑佑动手！我爸一声怒喝，多年上位者的机微。我爸一动真怒，那气场真的挺吓人的。婆婆外强中干的嘴硬，她怀孕那会儿，天天跟人喝酒应酬，谁知道是孩子是谁的种？陈燕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怂样，捂着脸说：“难道报告还会出错？公婆怀疑我也就罢了。陈燕难道不知道我怀着孕还与人应酬是为了什么？那时候公司刚起步，资源多是我爸介绍的，很多人只认我，不认陈燕，所以我怀着孕，还带陈燕去一个个认识合作伙伴，去谈生意签合同。我一心为了家庭，为了公司拼命，却换来陈燕和他父母今天对我的猜疑。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在垃圾堆里捡了个男人，好得很。既然我们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，那就离婚。我冷声说道。婆婆站起来，张牙舞爪地说：“离就离，那丫头既然是个野种，房子必须还给我们陈家。你出轨了，这套房子也归我们。公司这几年都是陈燕在管，没你们的份。”三言两语让我带女儿净身出户，还泼了好大一盆脏水在我身上。公婆软饭硬吃的水平还真是越老越精湛。可惜这1个多月的布局，我已经掌握了家里和公司的财政大权。就算他们不闹这一出，我也是要和陈燕离婚的。如今不过是让时间提前一点而已，不想让女儿受家庭环境的影响。我和我爸带着她先搬回了娘家。我请了最好的律师给我打这场离婚官司。律师说，按照目前的状况，我和陈燕名下的公司，我能分得1半股份。我爸名下注册的公司跟陈燕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离婚时可以按购房时的付款比例来分割。如此一来，我的财产损失几乎为0。可是这怎么够？我对陈燕付出一腔真心，她却联合她家人一起来算计我。他妈说要吃我家绝户时，他默许；他爸污蔑我出轨时，他站在一旁质疑我。我陪他从一穷二白走到现在，可以说没有我父母的大力扶持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如今既然我和他走不下去了，那我就让他一家回到原点吧。见过律师后，我给陈燕打了个电话，约他见面。怎么知道怕了？我妈说了，只要你回来认个错，把月月的房子过户到他名下，再让你爸妈过户1套房子给我爸，老老实实生个2胎，我们家就可以原谅你。咖啡馆里，陈燕一脸傲慢，算盘打得隔几条街都听得见。我和他从大学校园到结婚，从前一直觉得他是个温和有才气的磊落青年，从未想到他还有这样一副嘴脸。也许这才是他的本质，只是我从前眼瞎，没看出来。我一杯咖啡泼过去，冷笑道：“你做什么美梦呢？明天把你爹妈约出来，我带着月月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亲子鉴定。”凭什么？陈燕阴着脸抹了一把咖啡。我冷笑道：“不去你爸妈就都等着收传票吧。诽谤罪虽然不是大罪，却还是可以让你爸妈在小区里名声臭掉的。”陈燕眼神阴狠，半晌才咬牙道：“去就去，无非是让你自己再丢一次人。这王八蛋还真喜欢给自己扣绿帽。”我拿起他面前的咖啡也泼了过去，起身走了。第2天，我找我爸要了2个保镖，带着月月和公婆准前夫一起去机构做了亲子鉴定。婆婆本来是百般推脱不肯来的，我亲自给她打了个电话，她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来了。鉴定结果一出来，公公跳起脚来，对着婆婆就是一耳光。陈燕去拉他爸，也被他爸一巴掌扇到一边。他一边疯狂地捶打着婆婆，
一边咒骂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给老子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！”说：“陈燕是谁的野种？老子今天打死你们！”月月被一位保镖先带走，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丑剧，顺便拿手机录了个视频，发到他们家族微信群里。陈燕终于反应过来，举起胳膊朝我冲过来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保镖反手扭住他，朝下一按，他立刻痛得额头冒汗。我用鉴定单扫了扫他的脸，俯视着他说：“陈燕，我只是为自己证明，你妈本来可以永远保住这个秘密。你们一家相亲相爱一辈子的，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？婆婆从前的那些反常行为，我早就有所察觉，原本事不关己，我是不会去管的。谁让他们的心这么脏呢？污泥里的人，倒想要呼别人一身屎。”陈燕看看我，又看看大厅里纠缠成一团的两个人，目光疯狂而痛苦。呵呵，他的痛苦才刚刚开始呢。我的律师约了陈燕几次，他都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非要见我。新公司业务太忙，我没空跟人渣浪费时间，直接让律师向法院递了离婚诉讼。这天下班时，我却被陈燕堵在了停车场的角落。她穿着皱皱巴巴的西服，一脸胡子拉碴，抬手将我抵在车门上，红着眼眸说：“佑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”我膝盖一弯，朝他下身用力蹬去。他终于吃痛直起身来，放开了我。我朝保安亭招手，保安大叔麻利地过来。我指着陈燕说：“这人以后不许放进来。”说罢，我拎着包离开。陈燕被保安架住往外推，嘴里却喊道：“佑佑，我爱你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”我的早饭都差点恶心地吐了出来。结果刚进公司，前台就拿了一大束玫瑰花递给我，说是我先生送的。中午时候，助理又拎了一个饭盒进来，说是我婆婆送的爱心便当。我一向不喜欢把私事带到工作中，陈燕是知道的，她这是在用软刀子要挟我呢。我抽了个时间，把陈燕约了出来，婆婆竟也随后赶来，还真是个离不得娘的奶娃娃。我冷笑说道：“这婚我是离定了，你们玩这些花样对我没用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离婚可以，你把月月留下，她是我们陈家的孩子。”婆婆抢先说话，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目的，便问陈燕：“你已经请了律师对吧？是不是已经知道这场官司打下来，你会回到解放前？”陈燕目露哀求说：“佑佑，你别这么刻薄我不相信，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你说不爱就不爱了。月月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”我朝他讥讽地笑着说道：“你今天要是不带你妈来，我也许就信了你的话。你们也不是想要月月，不过是想要月月名下的房子。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你爸妈给我泼脏水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信任我，给我撑腰呢？我们的感情难道不是被你和你家人一起消耗掉的吗？别来装深情恶心人了。”婆婆气得横眉竖目，一拍桌子说：“我儿子愿意要你，就是给你脸了。我陈家孩子的房产本来就是我们的。”我望向陈燕：“你看，你妈比你勇敢，至少敢说真话。以后不要骚扰我了，不然我会申请取消你们对月月的探视权。”陈燕望向她妈妈的眼神，第一次带了不满和怨恨。我又对婆婆说：“跟好你儿子，不然老公儿子都不要你了，谁陪你折腾？”据我所知，公公已经将婆婆赶出家门，婆婆却还不肯离婚，现在跟着陈燕住在我们的婚房。金牌律师到底厉害，离婚官司判决下来，我拿回了本应属于我的一切，月月的抚养权当然也是我的。
只剩那套房子。我通知陈燕，1周后收回。婆婆在我收回房子时，使出了她的终极大招。收房那日，为防意外，我特意带了保镖和助理，一大早赶了过去。打开房间门，满屋子乱七八糟，还有一股刺鼻的汽油味。婆婆疯子般地冲了出来，举着打火机说：“你马上把房子过户，马上，不然我就一把火烧了这里，再一头碰死。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出去？”没看到陈燕的身影，我也不管了，对保镖一个眼神，她冲上去就夺了钱婆婆手里的打火机。钱婆婆一转身朝茶几撞去，这我倒是没拦她，她这人最是自私惜命了，撞不死。我带着小助理去衣帽间拍照检查，果然值钱的首饰包包都不见踪影。我立马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来了。我指着倒在地上装死的婆婆说：“这人企图纵火烧我的房子，还盗窃我的个人财物，损失达10万以上。”婆婆从地上一弹，诈尸了。我没有，这是我儿子家，我一直住这里的。我从手机里调出监控视频给警察看，对婆婆说：“房间里我早就装了监控，不然我怎么放心让你们住那么久？”婆婆疯了般的朝我咒骂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这么阴险？”陈燕不知从哪里过来，看到这个场景，张口就骂：“沈南佑，你真恶毒，为什么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？我妈从前也不过是嘴碎了点，我们哪里对不住你了？”我冷哼一声，打开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音：“走开，你别碰我，你这个黄脸婆，老子中了500万了，再不用受沈青山的鸟气了，你们都给我滚，老子要让你们死得很惨很惨。”陈燕的声音带着醉意从手机里传了出来。我走近一步，逼视着陈燕，问她：“我哪里对不住你？我爸哪里对不住你？让你要酒后吐真言，这么去咒骂我们？你要不要再让大家看看，你和你妈在微信里是怎么谋划，要吃我沈家绝户，要怎么让我生2胎困在家里的？”陈燕的脸色在我的逼问下一点一点变得惨白，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，婆婆扑上去搀她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当初让你听妈妈的话，不要娶这个贱人，你不听。”我一个巴掌甩过去，骂道：“为老不尊的老东西，你再骂一句试试！”婆婆捂着脸，在保镖的虎视眈眈下不敢还手，转而朝陈燕哭道：“儿子，你看他竟然敢打我！”陈燕挥手甩开婆婆，绝望地望着我说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”“是啊，幸好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然现在多惨。”“陈燕，我从前只是爱你，并不是蠢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婆婆以入室盗窃罪被警察带走，最后判了5年，缓刑2年。这套房子我很快就卖了。跟陈燕的过往，我想一刀切断，毕竟属于我的东西已经拿回，我不想凝视深渊太久，自己也变成恶龙。可是我那不作就不会死的钱婆婆却不肯轻易放过我，加了1周的班，好不容易到周5，我特意去幼儿园接月月放学。自那天跟陈家闹翻，月月就一直是我爸在照顾。我妈是个初3班主任老师，比我还忙。我打算接了月月，然后把我爸妈接出来，一家人去吃个大餐，放松放松。刚到幼儿园门口，就看到那里围了一圈人。月月的老师小跑过来，拉住我往人群方向疾步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月月奶奶来了，非要把月月接走。”老师不同意，他就从老师手里抢孩子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我走过去一看，钱婆婆正在校门口撒泼。这个老太婆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是孩子亲奶奶，我怎么不能接？
这小贱人跟他妈一样贱，我们去让爸爸给你买糖买娃娃，不要你妈了。”我几步跨过去，用足了劲甩了她一巴掌。钱婆婆被我打得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上。她挣扎着起来，尖利的手指抓紧了我，仿佛是终于下定了决心般。她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，猛地刺向我的心窝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我躲闪不及，一下被她刺中，往后摔去。一旁的老师和保安终于反应过来，扶的扶我，抓的抓婆婆，抱的抱警。老师紧张地问我：“月月妈妈，没事吧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事。”伸手从外套里扯出一根项链，上面挂的玉佩有了一道明显的裂痕。这块玉佩还是前不久老爸送我的，他说我今年流年不利，待玉保平安。我爸还真是我的保护神。陈燕恰好赶到，扶起他妈，猩红着眼眸吼我：“沈南佑，我妈已经被你逼成这样了，你还想做什么？”当着女儿和老师们的面，我不想跟她吵。幼儿园老师看不过去，说道：“月月爸爸，是你妈抢孩子在前，持刀伤人在后，警察马上来了。但凡涉及到他妈，陈燕总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先指责我。连一个外人都能看清楚的局势，他能看不清，不过是不愿意罢了。”警察来后，我做完笔录就抱起月月就走了，余下的事情交给警察处理，恐怕钱婆婆的缓刑也缓不了了。我爸见我们回得迟了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简单的说了。我爸气得要去揍人，又问我要不要他出手，帮我把陈燕一家赶出这座城市。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我心里已经有了方案。您和妈妈保护了我几十年，如今我自己做了妈妈，我该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了。我总不能一辈子躲在您的羽翼下，真当个爸宝女呀。”趁着周末，我约了陈燕的死对头李远出来。这家伙也是公司的小股东，手里有公司8%的股份，是创业初期给老员工的奖励。李远性格张扬，陈燕一直看不惯他，奈何人家业绩过硬，随便炒掉了，怕底下员工寒心。我又力保他，这些年他倒在运营总监的位置做得稳当。我开门见山地问他：“我手里有45%的股份，我低于市场价2个点出给你，要不要？”李远搅动着咖啡，漫不经心地笑着说：“有什么条件？说吧，我可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。拿到我的股份，你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我只要求你把陈燕赶出局，让他在星城待不下去。我也毫不隐瞒我的目的，成交。我早就看陈燕那小子不顺眼，幸好你离婚了，不然天天看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真特么恶心人。”我一脸无语。那你还留在公司，不换个大腿抱？李远突然脸一红，有点结巴地说：“我这是有私人原因的。”我懒得管李远的私人原因，只要他把事儿办成就行。转头，我又寄了一份亲子鉴定机构的视频到钱婆婆的单位、钱公公的单位。想了想，怕效果不到位，我又想办法进了钱公婆小区的业主群，把那份视频也就发了10来遍。看人笑话从来不缺群众，业主群里当时就炸开了锅。看着钱公婆和陈燕纷纷退群，我知道效果也差不多了。没过多久，李远给我打来电话，陈燕因为决策失误，导致公司损失巨大，被踢出了董事局。他手里的股份也因为要赔偿公司损失，低价贱卖了。他说同行业里没人敢要陈燕，陈燕也放不下身段去打工，离开星城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钱公婆的业主群里也有八卦流出，
说是前公婆卖房离婚了，前婆婆婚姻内过错方，没分到什么财产，又不敢回老家，租了个小破房子度日。因为有蓄意伤人的前科，几乎是人人喊打。我退出了这个群，陈家的过往和未来和我再无一丝关联了。我不知道，若我当初软弱一点，或者我的背后没有爱我的父母给我撑腰，陈家人会把我欺负成什么样？如今我也是母亲，在女儿弱小的时候，我会给她撑伞；当她长出翅膀时，我也会放手让她飞翔。父母之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，绝不能冠伟大之名，行束缚之事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老公和婆婆的母子关系非常好，经常在我面前搂搂抱抱。备孕期间，我在他枕头下发现一盒药，女性避孕药，并且意外得知他们母子根本没有血缘关系。发现庞程不对劲，是因为一盒药，避孕药，而我为了能早点怀上孩子，已经断断续续吃了大半年的中药了。在柜子里发现这盒药，我浑身冰冷。就在这时，卫生间里传来婆婆的声音：“程子，帮妈拿下内衣。”瞬间，我脑袋炸开。没等我抢先一步阻止，庞程已经拿了婆婆的内裤胸罩送进卫生间了。等她出来，我把她叫进房间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即便你们是母子，也要做到男女有别。我还在家里，为什么拿衣服这种事不让我来？想起之前种种，我血压都上去了。婆婆和庞程关系好，这一点我婚前就知道，但不在一起生活，根本想象不到一对母子关系能好到让我这个媳妇膈应。大夏天的，婆婆可以光着上身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全然不管她儿子也在旁边。洗完澡，裹了一条浴巾就出来了，有时候还让庞程给她送毛巾送衣服，甚至有次还叫庞程进去给她搓背，就差2人一起洗澡了。想到这儿，我语气不善，你们也稍微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哪里没尊重你了？李小燕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？那是我妈。庞程扫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厌恶。你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？我愣住了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卫生间里，婆婆又在喊：“程子，帮妈搓下背。”庞程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没进去。我有事儿要先去公司，我让燕子给你搓呀。说完，她随便拿了件外套就出门了。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：“妈，我进来了呀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快洗好了，你去把厨房里的青菜洗了，等会儿做饭了。”婆婆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听着不咸不淡。婆婆拒绝我搓背也不是今天第1次了。老实说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再好，哪有人家亲儿子搓背舒服？我以为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小插曲，心里在膈应，过一会儿也就放下了。可等到了晚上，我才明白这事儿还有后续。庞程加班，晚饭是我做的。婆婆说不舒服，我刚做好饭就出门帮她买药，跑了2、3个药店才买到婆婆说的那种药。我马不停蹄的刚回到家，迎面就挨了2巴掌，啪啪哗啦，我手里的袋子落了一地，药都洒了出来。早知道你是这么狠心的女人，当初我说什么都不会娶你。庞程暴跳如雷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悲愤交加。你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妈生病，你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自己跑出去浪了，打你都算轻的。庞程满脸铁青，全然看不出从前对我百般恩爱的模样。这时，婆婆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她靠在门框上，一副快要断气的模样。程子啊，你别跟小燕儿计较了，她年轻爱玩，
很正常的。他这不已经帮我把饭做好了吗？千万别吵架，两口子过日子那是要一辈子的。我又不怪他，你干嘛还动手呢？他有气无力地说着话，看我的眼神藏着不怀好意的笑。我浑身颤抖起来。婆婆是故意的，明明是她说自己不舒服，让我去给她买药。我一把捡起地上的药袋，摔在庞成脸上。你自己看清楚，我要是出去浪了，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庞成看了一眼药，脸色更差了。李小燕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，这些药里面有我妈过敏的成分，她会让你去买。她怒不可遏，将药摔在地上，直接踩烂。你编个谎话也该动动脑子。什么？我傻了眼，没等我继续为自己争辩，婆婆突然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庞成见状，急忙将人抱起来往医院送。看着她抱着婆婆的样子，我没来由的心头咯噔一下。我望着四周安静的家，突然一种彻骨的寒意漫上浑身。10年前，我和庞成在大学里相识，那会儿我青春可人，他儒雅博学，我们俩在图书馆相遇，此后慢慢接触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我以为我遇到了爱情，相爱10年，从未怀疑过。然而到了这一年，公公年初突发疾病过世，是我主张将婆婆接来一起住，方便照顾。当时庞成听到我的提议，感动得紧紧抱着我。小燕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呀，咱们可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呢。回想起这一段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是庞成打的，更因为觉得自己可笑，这脸被打真的疼啊。我自认做到了一个好儿媳应该做的，对婆婆嘘寒问暖，给她准备新房间，给她买衣服、买吃的、买首饰，还带她出去逛街购物、散心聊天。可以说，我对我亲妈都没有这么用心过。可我的真心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婆婆永远不冷不淡的态度，是庞成渐渐变得冷漠绝情，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这一次，我再傻也明白了，婆婆在针对我，哪怕原因不明，她确实不喜欢我，甚至可以说讨厌我。因为我挨打后，她眼神里的雀跃可骗不了人。我收拾了几件东西，去了闺蜜陶陶家，得知我的来意，陶陶大吃一惊：“你疯了？庞成敢对你动手，你不告诉你家人弄死他？这才结婚几年啊？你爸妈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结婚，要不是你执意下嫁，哪里轮得到他当李教授家的女婿？”我何尝不知道陶陶的话句句属实，才刚一开口，我泪如雨下。让我待几天吧，我实在没脸回去。坚持了10年的真爱，却变成如今可憎的模样，我自己都没眼看，更不要说原本就不看好庞成的我的父母。或者我说，我还在等一个机会，给我自己，也给庞成。我真的不愿10年感情就这么付之东流。睡在陶陶家，我昏昏沉沉过了2、3天，期间庞成连一通电话都没给我打过，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这个人。我忍不住了。这天中午，我趁着庞成在公司，悄悄回了一趟家。才短短3天不到，这个家已经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。我精心准备的天蓝色小白花桌布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又土又丑的暗粉色油布。桌子上的花瓶也不翼而飞，里面的花是我离开当天才买的。这个季节放上10天半个月也不会枯萎。架子上原本放着我拖鞋，而现在是另外一双完全陌生的深粉色鞋子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认识，也没见过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心颤抖起来。这个家像是凭空出现一只大手，要将我留下的痕迹全都抹去。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一步步走到主卧门口，突然听见里面有人在里面打电话。嘻嘻，那个女的已经走了，想跟我斗门都没有。是婆婆的声音，我下意识地捂着嘴，屏住呼吸，打开手机摄像头，对准门缝开始录像。城里女娃娃不都是这个样，被养得娇里娇气，懂个什么呀？她不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吗？家里一定有钱，到时候这套房子归我和庞成，我就能在城里站稳脚跟了，也让乡里那些人瞧瞧，我葛明华也是有头有脸的城里人了。哼，庞成怎么会不舍得跟他离婚？他还不知道呢。庞成啊，对我是言听计从。嘿嘿，那是，要说还是年轻的男人更好些。你瞅瞅庞成，看着都心动。这2天那女的不在，我夜夜都跟庞成一起睡。听到这话，我仿佛被一道雷劈中了，耳边咚咚直响，都是我疯狂失控的心跳声。抖着手，我轻手轻脚溜了出去，躲到小区里的花园中，冷静了好一会儿。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婆婆和庞成居然有暧昧关系，他们可是母子呀！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们一家都不要做人了。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，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，但刚刚亲耳听到的一切又是那么真实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在这2个人闹出更大笑话和丑闻之前，我不能放任不管。我花了一笔钱，请人专门回庞成的老家好好查清楚，然后去陶陶家拿行李，一阵风似的杀回了我的家。没错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子。结婚时，庞成家里掏不出钱，这还是我爸妈给我买的婚房。之前庞成没少提过加名字的事情，只可惜这是我的婚前房，房贷还没还清，加名字是不可能的。况且我爸妈本就不喜欢庞成，更不可能额外拿钱出来给我提前还清房贷，好让庞成得偿所愿。现在想来，我一阵庆幸，要不是爸妈咬死了不松口，说不定现在房本上真的有庞成的名字。推开房门，我故意弄得动静很大，婆婆在房间里听到了，连忙出来查看。你怎么？她看见是我，瞪大了眼睛，满脸吃惊。妈，一会儿晚上吃神户牛排吧。我温柔地笑笑，我已经订好了，等会儿会有专门的厨师到家里来，亲手做给我们吃。什么？婆婆一阵错愕。我大刀阔斧将客厅里原本不属于我的东西统统丢掉，丢的时候压根不去看婆婆难看的脸色，她只要跳出来想阻拦，我就拿家庭妖秘大厨即将登门来塞她的嘴。一听到这样的大厨很难请到，而且我已经把钱付掉了，婆婆只好咬着牙关强忍着。住在一起将近1年，我对这个婆婆多少还是了解的。她节俭抠门，不舍得花钱，但有个例外，她喜欢花我的钱。我花了这么多钱，要是她自己还没能享受到，那比拿刀捅她的心窝还难受。我趁机丢了一批东西，也从中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：2只用过的避孕套，1个拆过的快递盒子，里面有张单据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很好，居然是情趣内衣。这些都不是我用的，强忍着恶心，我把这些东西拍照，然后一样不留，全都丢进垃圾桶。没过一会儿，庞成回来了，看见我站在楼下等他，他脸色变得古怪极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上前挽着他的胳膊，笑道：这是我家，我不能回来吗？还是说你想跟我一直冷战分居下去？我凑近了，委屈巴巴地告诉他，我怀孕了。啊！庞成又惊又喜。真的？我用力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验孕棒递给他，你自己看，
验孕棒上显示的是2道杠，阳性。庞成喜出望外，一把将我抱起来，原地转圈。太好了，燕子，我要当爸爸了！我也大笑着，只不过眼神冰冷。我根本没有怀孕，这一切都是我主导的开场好戏。我们俩一起亲亲热热地回到家，婆婆看见我和庞成如此亲密，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稳住。我故意没看出来，反正幺蜜已经点了，要好好享用。吃着神户牛排的时候，我冲着婆婆笑道：“妈，我怀孕了，你快当奶奶了，高兴不？”婆婆的笑僵硬在脸上，不上不下，言不由衷。我故意又大声说：“橙子，你看妈，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。”她低下头，眼神躲闪，口中支支吾吾。庞成是真高兴，但他却不敢去看婆婆的眼睛。果然，这2个人有问题。一想到垃圾桶里用过的避孕套，我的心又是重重一沉。他们该不会真的已经突破了伦理边缘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握紧了拳头，一时间心乱如麻。因为怀孕这个消息，连续好几天，庞成和我仿佛回到了恋爱时期。他一直围着我打转，分享他的一切，担心我的感受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多希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。可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无论有没有婆婆这段事，她动手打我，我就不能忍。在我煎熬的等待中，去老家查探的人终于有回复了。这天上班，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，是查探的人发回来的，里面只有一句话：“小姐姐，心疼你。”下面还有一个附件需要我下载。我留了个心眼，主动提出今晚加班，等到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才动手下载附件里的东西。解压打开一看，里面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庞成根本不是婆婆亲生的，而他们俩远在跟我认识之前就有过一段。现在的这个婆婆名叫葛明华，是庞成去世老爹的第2任老婆。她比庞成大9岁，比庞老爹小12岁。庞成年幼的时候被父母寄养在大伯家，葛明华就住在庞大伯隔壁，两人早就认识了。只不过因为年龄差距较大，那个时候的庞成只把葛明华当成姐姐。农村姑娘结婚早，葛明华19岁就嫁去隔壁村，可惜结婚3年未满，丈夫就病死了。一个寡妇回来后，自然也有不少人抢着说媒，只是葛明华眼界高，挑来挑去都看不中，一拖又是几年的光阴。而那时庞成17、18岁，正是半大的小伙子，谁也不知道，就在葛明华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俩竟然产生了情愫。可惜两人好了没多久，庞成就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离开了村子，进而又考入省城里的名牌大学，越走越远。这一走，他和葛明华的这桩往事也就埋入深渊，更没有什么人知道了。外面的大千世界多精彩，葛明华长得再标致，也只是个嫁过人的农村女人，哪里比得上我这么一个水灵白皙的城里女孩。我父母都是高知，外祖是富商，爷爷奶奶都是名医，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女孩子，谁见了不心动？我和葛明华之间怎么选，根本不用思考。庞成是他们村子里难得的大学生，要他大学毕业后回去娶一个比他大将近10岁的寡妇，他也丢不起这个人。两个人就这么断了，大约是为了报复庞成吧。葛明华转头没多久就嫁给庞老爹，成了他的继母。看到这里，我又想笑，又觉得无比恶心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原来是庞成的年纪也造假了。他小的时候家里穷，村子里也没学校，要走4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去上学。
他到10岁才上1年级，第1年、第2年高考接连失利，他又复读了2年，才考入我们后来的学校。这么一来，他实际根本和我不是同龄人，他至少比我大了5、6岁。他一直说自己看起来比我老，是因为常年在农村里吃了苦头。我当时信以为真，还特别心疼他。结婚后，我没有让他做什么家务，都是我这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料理家内家外，往事种种浮上心头，我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。一想到我之前把葛明华当成亲妈，对他百般照顾，我就怄得满心愤怒。没想到他根本不是长辈，而是我的情敌。再想到他们俩在卫生间里一起洗澡搓背，我眼前一黑，巨大的羞愤差点将我吞没，一阵难忍的恶心涌上心头。我趴在办公桌上干呕不止。我没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，没脸提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这样才能把伤害和损失降低到最小。收好这些资料，我一时间不知所措。婚是肯定要离的，但怎么离是个问题。我更想让这对不要脸的人付出代价。凭什么要将我的人生连根拔起？凭什么浪费我10年的时间，还毁了我对婚姻、爱情、家庭的无限想象？我想要的很多吗？我不过是想好好生活，过平凡幸福的小日子，这也有错？回到家，葛明华坐在沙发上吃橘子，庞成靠在他旁边，正在给他一半一半往嘴里喂。我差点没吐出来，刚觉得恶心，人就真的呕了2下。庞成见状，赶忙过来抱着我，帮我不断拍着后背。你没事吧？我强忍着恶心，别过头，装作浑身无力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咋了，闻不得橘子的味道。要不你让他去阳台吃吧？是的，我连妈都不想喊了。这个女人哪里配得上这样的称呼？葛明华瞪大了眼睛，不就怀个孕？是个女人都会怀孕的，你装什么装呀？别吃了！庞成见我难受得很，冲着葛明华大吼一声，都吃了1个下午了，当心撑坏肚子。然后我看到葛明华愤怒的眼神，他敢在这儿和庞成撕破脸吗？显然不敢。他抹着眼泪躲进了厨房，把客厅留给我和庞成。可我不想和庞成单独相处，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我无比窒息。于是我说，我还有个设计图要画，这段日子我先睡书房，省得打扰你休息。燕子，干嘛这么拼？你现在怀孕了，更要好好顾着身体。庞成皱眉，似乎不赞同我这个决定。就是怀孕了，所以更要努力呀。我想在孩子出生之前多攒点钱，这样你负担也轻一点。等我爸妈来了，他们不也能对你好些？说到这儿，我干脆又添了一把柴。要是能让他们早点同意房本上写你的名字，不就更好了？你说是吧？这话成功让庞成心动了。我这套婚房面积大，地段好，装修豪华，庞成惦记好久了。听我这么说，他没有再阻拦。好吧，那你可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累着。我会的。我故意笑得温柔。得知我和庞成分居，葛明华高兴坏了，他特地给我做了2顿饭，表达关心。可惜我孕反严重，一口没吃。我悄悄给各个房间都装上了监控，庞成和葛明华都不知道。我就是要这样，给他们来一个彻底的爆炸。意外还是来了。1周后，我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。从医院出来，我整个人都懵的。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如果再早2个月，我一定会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宣扬给全世界知道。和庞成结婚到现在，我肚子空空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多想生个和他骨血相连的爱情结晶，只可惜
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家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好，庞成和葛明华的关系还是一团乱麻。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真的怀孕呢？对于这个孩子的去留，我还没想清楚。很快，家里的监控让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真相：葛明华竟然给我的水杯里下药。我看见他偷偷摸摸溜进书房，在我喝水的杯子里放了一小包药粉。很显然，我已经喝过那个杯子里的水了，而监控上显示的日期，他就是昨天晚上下的手。难怪我今天一直觉得有些不舒服，还以为是孕早期不适应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浑身冰凉，赶紧再次去医院。还在排队挂号，我就觉得肚子疼得不像话，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流了下来。我出现了流产的征兆，明明2天前孕检时我还一切正常，都是因为喝了葛明华冻了手脚的水。难不成那里面是流产的药？有了这个想法，我立马着手去查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的身体里真的有流产药物的痕迹，我自己没有吃过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葛明华了。他不想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甚至不惜让我流产。一个机灵，我想起了之前在抽屉里发现的避孕药，那一定也是葛明华放的。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好好过。我咬着牙选择了流产。这个孩子我不能要，我和庞成绝不能再有任何牵连。这样狠心毒辣的女人，我不能让自己继续处在危险里。做完手术，我脸色苍白地回到家，刚迈进家门，眼瞅着庞成过来，我故意脚下一歪，整个人倒进他怀里，紧接着扯掉了早就准备好的血带。庞成把我抱起来的时候，满手是血，吓得他惊慌失措。葛明华又惊又喜，我从他眼里看到了兴奋。我闭上眼睛冷笑，开心吗？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在后面呢。我流产了。庞成伤心不已。我知道他不是心疼我，是心疼那个孩子，或者说他太想要个儿子了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自然瞒不住我爸妈，他们直接找上门，看见我病歪歪地躺在床上，我妈愤怒之下狠狠给了庞成2巴掌。我妈打完是我哥，庞成又挨了2脚。葛明华急坏了，你们怎么打人呢？是小燕自己身体的问题，挂不住胎，这也能怪橙子？你们家未免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讲道理？我哥冷笑，我妹妹都流产了，庞成居然还让她睡在书房，让一个孕妇整天这么辛苦，难道打她不应该？庞成怕我哥听到这话，根本不敢抬头。我看着心里一阵痛快，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。我儿子说的没错，我闺女怀孕了，本来就该全家人捧着哄着。你们家2个大活人在这儿都能把人照顾成这样，打你们怎么了？我妈冷笑2声。我说亲家母，你还是赶紧去厨房炖点汤吧，我们家燕燕需要补身体，这不是你一个婆婆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难道还要我教你？在气势上，葛明华怎么可能跟我妈比？被我妈3言2语就赶去了厨房。我可不敢让葛明华做饭，能给我水杯下药的人，人品能强到哪儿去？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索性让爸妈给我找了个专门做饭照顾我的阿姨，让葛明华无法插手厨房的事情。葛明华耐着性子在我床边照顾了1星期。我大好的那天，他用眼睛狠狠剜了我2下。有的女人啊，一辈子就是没个娃，这叫命中注定。葛明华阴阳怪气，我也不生气，冷冷地盯着他。那是，我可不是你，庞成是你儿子，你后半辈子就不用担心了。这话成功让葛明华的脸都绿了。我又去庞成面前添油加醋，抹了2滴泪。你说我之前检查一切都好，
怎么说，流产就流产了，我也没有乱吃乱喝别的东西啊。貌似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当夜，我就听见庞成和葛明华在隔壁房间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会儿夜已经深了，他们还特地压低了声音，即便这样，还是被早已留心的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就站在他们房门外面，听到庞成难以置信的声音：“你疯了！她不能怀孕，谁能怀孕？李小燕是我老婆，我也可以替你生啊！”葛明华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也是女人，她能，为啥我不能？”庞成，你都多大了，还生孩子？够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才上了你的当。阿成，跟我在一起吧，这房子是咱们的，没有那个女人，我们一样能过得好。你难道忘了吗？之前咱们俩好的时候，你说过要娶我的。葛明华苦苦哀求。我冷笑：你们怎么能现在开始吵架呢？现在吵了，我接下来的好戏还怎么演？我故意碰响了客厅的摆件，屋子里的两人立马吓得不敢吭声。我又特意走路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心虚的庞成忍不住开门了：“燕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有点口渴，我喊你了，你都没理我。”我委屈巴巴地望着他：“我来，我来。”庞成忙不迭从我手里接过水杯：“你和妈在吵什么呢？”我忍住恶心，语气和往常一样：“你们是母子俩，有啥矛盾不能好好说？妈年纪大了，你要让着她一点。”庞成心不在焉地应着，根本不敢对上我的视线。我越温柔，葛明华就越焦躁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丑事，庞成怎么敢将其曝光？他只能继续忍着，再忍着。其实内心对葛明华早已没有最初的温柔和缠绵了，这些变化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已经收集好了全部的证据。第一件事就是把葛明华外甥的工作给端了。葛明华这下坐不住了，敲开我的房门：“柱子的工作做得好好的，为啥没了？”我怎么知道？那让你爸妈再给他弄个好单位啊！葛明华冲进来就要拉扯我的衣服，被我一把甩开，他顺势倒在地上，额角碰到床边，哇哇大哭起来：“来人啊！儿媳妇打婆婆了，晚辈对长辈动手，还有这样的天理吗？还是什么教授家的女儿呢？不要脸不讲理呀！”他干嚎，脸上一点眼泪都没有。像这样撒泼的伎俩我已经看够了。等庞成回来，他闹得更狠了。听葛明华哭诉了一番，他皱眉看我：“不就是个工作，你让你爸妈再安排个就是了。对你们家来说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”葛明华闻言得意洋洋，他冲我翻了个白眼，我气得心口生疼。这就是我用了10年养出来的白眼狼啊！当初我爸妈帮忙，还是我去求了好久，为的不就是让葛明华能在亲戚们面前挺直腰杆？那会儿我以为她是我亲婆婆，想着到底一家人，庞成的表弟能早点出息，以后也能互相帮衬着。没想到我们家这么费尽心力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待。我冷笑着对葛明华说：“你外甥工作的时候偷工减料，被人家当场抓住，要不是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，这会儿已经送到派出所了。”他喉间咕咚一声，低下头去。我又看着庞成：“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够，我拉着你去说情好了。反正我爸妈是觉得丢人，绝对不可能再去第2次。哎，到底是你亲妈的外甥，你也不能看着不管。这样吧，你就豁出去，不要工作，咱们俩去捞他一把。”我特地强调了亲妈2字。一听这话，庞成吓得魂飞魄散。开什么玩笑？他的好单位来之不易，怎么可能为了姘头的外甥白白葬送？他立马正色去教训葛明华：“这种人以后就要少来往，还要去帮他，你不嫌骚得慌，我还嫌丢人呢。”
葛明华看着我的眼神，像是要将我生吞了。我垂下眼睑冷笑，还没完呢。我以小月子还没做好为由，拒绝和庞成同房。时间一长，身边还有个葛明华，整日没脸没皮的引诱，他当然忍不住。这天，我终于等到机会。庞成借口加班不回来吃饭，葛明华也说要出去跳广场舞，但我看他仔细梳妆打扮，还换了一条时髦漂亮的裙子，我就猜到情况不对。我打开手机，很快搜索到庞成的车，果不其然，车居然停在一家快捷酒店门口。这家快捷酒店距离我们家很远，看样子这对狗男女为了私会是迫不及待了。我又登录邮箱，查到了庞成的订房信息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心一阵阵愤怒的疼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给派出所打了通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举报卖淫嫖娼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继续忙碌于分析财产和换工作。我要走，就要走得干干净净，绝不给庞成再次找到我的机会。我也不会给庞成留1毛钱，哪怕婚内他该得的，我也不会留给他。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这对狗男女毫无廉耻下限。忙完后，我就上床睡觉了。合眼之前，我故意把手机调整为静音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手机上一堆未接，我不慌不忙收拾好，吃了早餐，电话终于又进来了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我慢条斯理地问，请问是庞成的妻子李小燕吗？我们这里是江南区派出所，从派出所领回了庞成和葛明华。我早已酝酿好了情绪，回到家，大门紧锁，庞成冲着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左右开弓，给了自己狠狠2巴掌。燕子，我不是东西，你打我吧，你狠狠打我吧。我颤抖着举起手，连着给了他10几个巴掌，每一下我都卯足力气，直到再也打不动为止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微微喘着气，看着庞成已经被我打肿了脸，一阵痛快。哈！之前他打我，现在我狠狠还回去，他连反手的胆子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反反复复地问，泪如雨下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这么多天的隐忍不是毫发无伤，我早已伤痕累累，只不过硬撑着一口气到现在，逼着自己直面真相。我发现真相本身就足够令人作呕。葛明华怯懦地支支吾吾，本来我们也不是亲母子，在一起睡一觉怎么了？我跳起来，对着他又是噼里啪啦10几个巴掌。他不甘被打，嗷嗷叫道：“你敢动手？庞成，你是死的呀！你叫啊，叫的声音更大一点，最好把左右邻居都引来，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龌龊事，不怕丢人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开门开窗子，你喊啊，让他们来帮你主持公道。”我的嗓门比葛明华的还大，一声过去，庞成一把扯过他，也让他跪在我面前。葛明华一开始不乐意，被他扯着头发又打了10几个耳光，整张脸都打肿了，嘴里直冒血。我暗道一声痛快，顿觉浑身无力，双肩一沉坐了下来。从这天起，葛明华成了我们家的佣人，阿姨只管来做1日3餐，其余的事情都是葛明华的。他和庞成谁都不敢得罪我，一起夹着尾巴做人。饭冷了，我让他重新热；汤凉了，我直接连碗带菜一起盖在他头上。晚上他给我洗脚伺候，还要帮我洗衣服洗袜子。我说了，节约煤气，不准用热水。这寒冬腊月的天气里，葛明华冻得双手像个胡萝卜，他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是我去派出所把他们俩弄回来的，他们怕我手里的证据亮出来，这辈子就别做人了。呵呵，你说可不可笑？
婊子和狗居然还知道要脸。有好几次，葛明华吃不消了，想让庞成替自己出气，可他高估了自己在庞成心里的位置，更低估了我对庞成的重要性。庞成的好单位就是我爸帮忙疏通的关系，他才能稳坐钓鱼台。在明知自己有短板的情况下，他怎么可能为了葛明华和我翻脸？果不其然，我欺负葛明华，他看见了就跟我一起，他都快疯了，两眼都是愤怒，却不敢声张。燕子姐，我的一个下属送了资料过来，麻烦在这儿签字。我下午拿去总经理办公室盖章。我揉了揉眉心，看了看资料，签好字。这女孩有点担忧地看着我，姐，你最近是不是不开心？我看你整个人状态都差了好多。我强打起精神，没有的事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晚上我回娘家吃饭，妈妈轻轻抚着我的脸，燕儿，你看看你这小脸瘦的都没精神了，这些天到底在忙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不如你妈我呢。我看了一眼镜子，顿时愣住了。镜子里的我满脸戾气，尤其是眼角眉梢，那浓得化不开的烦躁，整张脸看起来硬生生老了好几岁。我陡然清醒，是因为这段时间疯狂报复葛明华，已经让我的心态出现失衡。闭了闭眼睛，我知道差不多时间该收网了。吃了饭，我将父母和哥哥都叫进书房。这么大的事情我瞒不住，与其闹出来他们最后才知道，不如现在自己坦白。听了我的话，我爸妈都被气懵了。我哥忍无可忍，操，庞成把我们一家子当什么？当傻叉吗？敢这么愚弄我妹妹，耍我们一家人，我要弄死他不可。哥，我一把拉住他，我已经错了一次，不能再把你拉下水。什么叫拉下水？我为了我妹妹出气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们全家人。我哥还是火冒三丈，但是为了2个垃圾犯不着。再说了，这半个月来我已经打得够多了。我自嘲地笑笑，我有办法解决，只要哥帮我一个小忙。从书房出来，我们一家人都沉住了气。我赶回家，路上时心血来潮，用手机调开家里监控，果然听见庞成和葛明华在说话。这个李小燕也太过分了，你瞧瞧，这半个月我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。葛明华窝在他怀里痛哭，庞成抱着他不住安慰，是啊，他现在动起手来简直不是人。我冷笑，被狗男女骂不是人，这滋味真是新鲜了。这么下去，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是错了，但他这样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我一个女人就算了，一辈子在他脚边伏低做小，可你是个男人，你要这样被他拿捏到死。葛明华的话显然打动了庞成，我看到他脸色大动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我们有把柄在他手里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弄死他得了。葛明华脸上的狠戾吓了我一跳。庞成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，但明显他没有真的放弃这种可能。我关掉监控，闭上眼，身体很累，但脑海中一片清明。年关将至，我忙到飞起，每天回家的时间都很晚，1日3餐也不在家里吃。仔细算算，我都快大半个月没见到庞成了。按照从前过年的规矩，庞成是一定要回老家的，去祭拜祖先，烧纸上香。今年又是他父亲刚过世的第1年，作为儿子不回去是要被家里亲戚戳脊梁骨的。忙完后，我找庞成和葛明华聊了一会，3人再次坐在一起。我恍如隔世，快过年了，今年咱们也得过去。爸，刚走都没满1年，这段日子我也想过了，有些事情强求不来，或许是我平时太强势了，才逼得阿成你有了别的心思。
我也有错。这2句违心的话说的我都快吐出来，庞程却被感动得眼泪婆娑，只有葛明华还是一脸要吃人的样子。这样吧，咱们还是跟往年一样，年30晚上去你家里，让家里亲戚都来吃年夜饭。我像是做了个很重大的决定，一字一句地说着。庞程激动不已，过来就要握着我的手，但被我挡了回去。我这样不是说原谅你了，而是我也要面子。我说。庞程连连点头，我知道的。葛明华，那我就不去了，我可以回自己家。你作为庞程父亲的遗孀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故意点明这一点，刺激的葛明华眼底冒火。你让家里亲戚怎么看怎么说，大家都知道你被程子接到城里来享福了，你能不去？庞程瞪起眼睛，屁话什么？一起回去？没听燕子说了，跟往年一样。葛明华咬着下唇，点点头。很快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递上一封离婚协议书，放在庞程面前，签了吧？我说。葛明华一看，真是喜从天降。庞程却傻了眼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离婚协议书，都快哭出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爸那儿有个名额，可以拿到实验学校的学区房。你也知道现在实验学校的学区有多紧俏，不过这个名额只能给单身的人，还得付全款，所以我要跟你先办手续假离婚，然后再去买这套房子，为了以后的孩子着想。对了，婚内的财产全部放在我名下，至于原因，我想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缓缓地说，然后仔细观察庞程脸上的表情，他果然忐忑不安，又惊又喜。那不成，既然是单人的，为什么不写程子的名字？葛明华跳出来反对，呵呵，你觉得换成是你，你会把房子写庞程的名字，就冲着他和你做的这点子事，你们是打量着我傻呢？我故意破罐子破摔，不答应算了，大不了我起诉，过年我也不会跟你们回老家了，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想过日子那都别过了。庞程又把葛明华狠狠骂了一通，然后对我不断安抚，他总算答应离婚了，大约是看我还愿意过年跟他回家吧，觉得我并不是真的要离婚，他没得选，很快就签字了。我又等了30天冷静期，总算拿到了崭新的离婚证书，把离婚证放回我妈那儿。我回到家里收拾行装，准备和庞程回老家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们这边前脚出门，他们的东西就后脚被丢了出去。这是我和我爸妈一起商量好的。我开着新买的车出现在庞程与葛明华眼前，看着奢华的车标，他的眼睛都直了。我们开着这辆车回了他老家，还没下车，庞程就受到一群亲戚的簇拥。程子真是出息了呀，这么好的车都买了哟，真漂亮。等会儿程子开车带我们去兜兜风呗，刚好过年我们一家子要去山上烧香还愿呢，有车了真方便。庞程被捧得乐飘飘，整个人都快飞起来了。我呢，一样配合，就跟往常一样。一回到这儿，葛明华就摇身一变成了长辈，对我各种呼来喝去，让我帮忙摘菜洗菜打下手。我懂，他是想将之前的账都算回来。他大概以为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好意思闹开，于是越来越过分。庞程跟一群人赖在牌桌上下不来，他根本不管这里的事情。我嘴角挂着冷笑，好啊，再让你们快活几小时。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做好了，所有人济济一堂，足足摆了3桌饭菜。葛明华就像女主人一样招呼着亲戚们。堂屋里摆着一台大电视，这是我特地提醒庞程给家里买的新年礼物，足足75寸宽屏电视，
挂在一面墙上，气派又华丽。别说今晚在这儿吃饭的亲戚们了，就连左邻右舍都忍不住跑过来看，眼底的羡慕根本止不住。我先在厨房垫了垫肚子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先给我哥发了条信息，然后转身走进堂屋里，端起一杯酒。这一年我过得挺不容易的，我想庞成也一样。1年下来，我们还能聚在一起，不得不说这是缘分。我举着酒杯，笑道：“我敬各位长辈。”庞成见我这么会说话，早就开心坏了。我冷冷凝视着他：“庞成，我们俩认识10年了，结婚4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称得上掏心掏肺也不为过吧？”庞成感慨：“燕子，夫妻就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大过年的。”“是啊，大过年的，我准备了一些惊喜给大家，大家慢慢看吧。”说着，我点开电视里早就准备好的视频，只见大屏幕一亮，出现的是一段我们家里的监控画面。只见庞成和葛明华抱着吻在一起，从客厅沙发一直到主卧，然后在房间里发出令人遐想无限的声音。没错，我买的监控都是高级货，声音都能完全录下来。橙子，快点快点，给我！老贱货，这个年纪了还这么饥渴，老头之前满足不了你，你爸有什么用啊？哪有你好？紧接着又是一阵吻在一起的啧啧声，我哈哈大笑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一屋子叔伯长辈都震惊无比。葛明华最先反应过来，抢着要关掉电视，可惜遥控器早就被我抢先一步藏起来。庞成愣在原地傻了眼，显然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，他疯了一样朝我扑过来。贱货，你敢玩我！咣当一声，大门被踹开，我哥到了。庞成哪里是我哥的对手，况且他也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哥带了一圈他公司里的保镖，一个个5大3粗，人高马大的，足足有15个人。他们将我护在后面，把我哥和庞成隔开。所有人眼睁睁看着庞成被我哥狠狠揍了一顿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小子，这就是你伤害我妹妹的下场！我哥拍着庞成已经肿了的脸警告：再想出幺蛾子，我就把你们这些光荣事迹发给每一个认识你的人，明白吗？庞成吓得尿了裤子。我和我哥离开，坐在车里，我终于忍不住落泪，不是不舍，而是太痛快了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忍了这么久，总算得偿所愿。别哭啊，妹子，听哥的话，好男人多的是，咱们慢慢再找。我哥像小时候那样狠狠揉了揉我的脑袋。这时保镖汇报：李先生，后面好像有人在追咱们的车。我从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发现竟然是葛明华，他的2条腿可比不上4个轮子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我看着他，嘴里不知叫骂着什么，突然摔了一跤，翻进了旁边的田埂里，收回视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说的对，咱慢慢再找。尾声，我在去庞城老家之前就准备好了所有手续，辞职、换工作、换房子，所有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。过了年，我就开始迎接自己全新的人生。原先的房子被我妈卖掉了，这回我买了一套单人公寓自己住，剩下的钱拿去搞投资，这样一边工作赚着薪水，一边还有外快入账，真心美滋滋。那工作我本来就不想要了，要不是为了照顾庞城，我也不会选那份工作。现在的职位、薪水我都很满意，工作内容也让我十分惊喜。做了半年，我就被上司在公开的大会上表扬了2次，但我爸妈却着急了，因为我年纪不小了，被庞城蹉跎了10年，现在也迈入了奔3的年纪，他们急着让我成家。
我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抗拒，答应了家里的相亲。这次相亲很特别，我是出差去另外一个城市，刚好这个相亲对象也在这个城市开会。我们都是很忙的人，决定赶巧碰一面。但我没想到这么赶，就在机场的咖啡店里，这个名叫林茂的男人请我喝了一杯拿铁。不好意思，李小姐，我这边2点的飞机。他很有礼貌，也很谦和，说话时不卑不亢。理解的，天选打工人，我也一样。林茂没想到我会这么风趣，他大概以为我会生气，耸了耸肩笑道：这顿先欠着，等我回去了专程再请你吃晚餐，先聊一会儿吧，万一不合适，你也能省顿饭钱。我笑了笑，林茂被我逗乐了。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大总裁范的男人，居然在机场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们聊了短短半小时，却意外的投机。林茂和我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我刚要转身，突然不远处一个人影盯着我，我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是庞程。半年不见，他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，仿佛硬生生老了10多岁。他见我看过来，下意识地收回视线，手里的操作慢了一步。他被身边坐在轮椅上的葛明华狠狠抽了2下。快点把这边弄干净，你个没用的窝囊废，狗东西，还不如你爹。接下来的话骂得更难听。我摇摇头，当作没看见，信步离开。葛明华追我们的车时摔倒，整整一夜无人问津。等天亮送到医院，已经晚了。他下半身彻底瘫痪，后半辈子与轮椅密不可分。庞程也不敢回到我们原先的城市，哪怕我们没搞掉他的工作，他还是自己主动辞职离开。看样子他们一辈子都得隐姓埋名过着辛苦的生活，而这些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已涅槃重生，活出自我。1年后，我和林茂结婚。婚后1年，我有了一个活泼健康的可爱女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